Nosso multitalentoso Cici em mais um desafio. O Ensi foi convidado para comentar uma partida de League of Legends. E claro, quando eu encontrei esse vídeo, já quis conferir de pertinho como ele se saiu nessa nova experiência. Como fãs, a gente apoia em tudo, né? E vamos combinar, talento é o que não falta para ele. Agora me conta, você já jogou a LoL? É tão divertido assim quanto se diz? Quero saber. E não esquece de deixar o like, isso me ajuda muito e me motiva a trazer mais conteúdos. Bora pro vídeo! 篮球总决赛的决赛现场直播，大家好，我是解说基德，我是演员罗云熙。Hello， 大家好，我是 UZI。大家下午好，我是 Rita。 好，那也让我再度的欢迎我们2位的嘉宾来到我们的一个评论席哦。那一样在今天的比赛开始之前，要提各位召唤师感谢全球合作伙伴亚马逊云科技、HyperX、万事达卡、EWC 电竞世界杯、美赛德是奔驰、欧盟暗影精灵、OPPO 红牛队2025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的支持。哪一口在开团和莫斯利安一起为 LPL 战队哪一口开一局吗？战斗看金身，掌控关键局，有嘟嘟加持，球场当中看了金身，关键时刻不被秒。上京东搜索 S15全球总决赛冠亚军青天 S15典藏礼盒公益拍卖就在今晚，赢者刘其明、库迪咖啡、喝彩真英雄，天生无畏，强壮就位，略有强爽，快速来赶，一贯就到位。全世界在对付，为 LPL 战队加油，李宁一切皆有可能。英特尔酷睿 Ultra 255HX AI 高进游戏本的6边形战士。观看2025英雄联盟全球决赛，你可以通过英雄联盟客户端找上英雄联盟赛事官网 LPL 打 QQ.com， 虎牙直播、哔哩哔哩直播、斗鱼直播、腾讯视频、腾讯体育、新浪微博、微信视频号来进行收看。电视期间的召唤师们也可以透过百视通平台来收看全程赛事。感谢腾讯体育的全程直播制作，本次赛事直播由腾讯云提供全程技术支持。莫斯利安哪一口在开团全新莫斯利安英雄联盟峡谷高光系列正在火热上新中，更有限定的联名周边等你来解锁，来与莫斯利安一起为全球总决赛哪一口开一局吗？开就开！杜蕾斯提醒您，战斗开金身，掌控关键局，有嘟嘟加持，就上战斗中开了金身，关键时刻不被秒。上京东搜索杜蕾斯持久，立即抢购。2025英雄联盟解说主持杯即将回归，熟悉的面孔，熟悉的羁绊，这个秋天不见不散。7支战队强势回归，接档世界赛，11月11日起锁定英雄联盟赛事官方直播间，快乐多一点。上微博看 H15，每秒都有新鲜料，和赛事大 V 一起畅亮比赛高光，拿现金激励，快来一起为你支持的战队选手助威。2025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影院观赛活动火热进行中，超180个城市2500场的观赛活动同屏开启，让热血和欢呼席卷全国，更有限定的福利等你来抢！快去微信搜索我们的影金联盟小程序，锁定你的专属座位吧！未来全开，等你开战！基于英雄联盟 IP 打造的集幻式卡牌游戏符文战场现在已经全面开战了，熟悉的英雄全体登场，无论是1v1、2v2还是4人到人斗，等你来征服！现在扫码关注官方账号，获取战场最新情报。世代珍产皮肤限时上架了，仅需99元的 Q 币就可以解锁，还有100款的皮肤限时5折售卖，买到就是赚到！购买参与双11的精选折扣，满额礼赠。熊猫娃娃拉克斯幸运之门全新机神的皮肤都有机会来满额礼赠，消费满100或604档皮肤，以及我们的珍产任你挑。活动持续到我们的11月23日，还等什么？速速上车吧！幸运之门再度开业啦！奖池全面升级，首次召唤只需要3元，你有机会解锁我们的拉克斯全新的国风真彩、蜀绣佳人、青城山仙子以及火锅姑娘。真彩首月的收入还将投入我们守护者奉献的慈善专项，即刻扫码前往参与。以及全球总决赛已经来到了最关键的一天，是我们的总决赛哦。今天的对决一定是非常的难，也希望赛场上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可以被记录下来。是的，说到这个，我们今年的全球合作伙伴 OPPO 特别推出了2025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限定礼赠，就是为了让所有的召唤师们都能把这份尽兴回忆完美收藏起来。那么我们就有请纪德老师来为我们展现一下这个精美的礼盒啊！是我现在现场开箱。是的，这已经打开了。这个礼盒里面的内容也是相当的丰富，包括了 OPPO S15的包你赢欧包、总决赛纪念章、纪念票手机挂绳、磁吸气囊手机支架、LPL 赛区捧杯照小卡，以及赵姓英雄纪念贴纸，非常的豪华，非常的精美啊！真的是一套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礼盒了。是的，也就我现在已经拿到了这个礼盒，我很想赶紧发个朋友圈啊，就是今天来解说还有那么好的奖品可以拿。是的，那发朋友圈咱们必须就要拍照了。那拍照的话，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本届总决赛官方赛场影像用机 OPPO Find X9系列，它搭载的哈苏2亿超清长焦的镜头，能像赛场上的第11位队员一样，从任何角度都能清晰的捕捉每
一个微操和决胜瞬间。是的，而且在今天分好比线。是的，而且在今天的比赛的期间，锁定我们 OPPO 的京东自营旗舰店的直播间，打造第2的乖散现场哦，在直播间参与互动就有机会抽中我们最新的 Fight X9 新机免单的资格，跟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的一个限定领包。而且据说在赛点跟夺冠时刻进行中 ，OPPO 的京东自营的直播间都会有抽奖，中奖概率会提得更高。哦，那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把记录 S15的高光时刻 Find X9 系列新机和珍藏礼包一起带回家。现在就可以扫码进入 OPPO 京东自营旗舰店直播间，了解活动详情。用 OPPO Find X9 系列看总决赛，竞逐巅峰，尽兴每一刻。好，那今天当然是全年度英雄联盟电子竞技最重要的关键时刻了，所以这波开一局那必须是继续充分的一个准备。说到开一局的准备，那就必须提我们的赞助商杜杜了。让我们来看看杜杜为关键时刻准备的神装。难吗？太卡了吧，又被秒了。喂，这把关键局记得出关键装备哦。开局。开就开，战斗开金身，掌控关键局。各种开一局的意外情况，嘟嘟都给你预见到了。想要不被秒，发挥稳稳当当，还得看嘟嘟的。兄弟们，记得战斗要开金身，掌控关键局。有的观众说了，开金身还用我提醒吗？我说的是嘟嘟就像打游戏开了金身一样，保证你关键局不被秒。确实是关键局必备了。像今晚这种关键局，心态稳住，表现上可以更强。咱避免掉链位置，让自己和队友都有更精彩的一个发挥。双11必备了，兄弟们，赶紧上京东来抢购吧。赛后开局状态稳了，别忘了嘟嘟这把关键局拿捏了。好，以上是所有的我们的赛前的一些讯息哦。那待会儿就要回顾一下我们整个全球总决赛的一个征程，然后我们也会来聊聊更多的是今天啊通信社大战 KT 面对 T1 啊。这也是历史上我们第一次把这个在 LCK 称作为通讯社大战或电信大战的2支战队搬到我们的全球总决赛最高规格的一个舞台上。是的，只能说很期待了。而且今天的这场比赛，我们又邀请到了2位重量级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席，真的也很想问一下2位，就是说对于今天这场比赛最大的一个期待可能是什么呢？那我先问一下旁边的这位咱们的传奇 AD 悠哉选手，哎，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感觉这个就是刚到现场，这个氛围就已经给我震撼到了。是的，先感受了一下这个欢呼。大家对，然后也非常期待一会儿的比赛吧。对，因为这个氛围就是已经让我很热血的感觉了，就更期待比赛了。是的，是的。那今天也希望大家能够不吝啬自己的一个欢呼声，也能传达给咱们场上10名选手。好，那我们先跟着 HyperX 来看一下2支战队哦，在此前4强赛的一个发挥。首先是这把当然对 LPL 的观众来说是比较痛心的 ，T1 在面对 Top 的 BO5当中是以3比0啊，直接结束了战斗，然后挺进到今天成都的总决赛。其实在这把发挥里面，我觉得更关键的点还是在于，第一 ，Top 的双人组这边并没有办法在对线的过程中取得一定的优势。第二就是野区入侵这一招，在 T1 的防守下面，其实也没有让卡纳比在前期拿到任何的一个领先哦。感觉还是在前期节奏的启动方面受到了阻碍。下路没有一定优势的情况下，其实打 T1，我觉得是任何战队都比较难进行的。然后我们也说到，可能世界赛前半段大家会发现 BP 端也尽可能的会去针对到 T1 这边野辅的一些英雄。而且蛮明显的，其实下路的生态链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约安娜作为一个比较容易被 ban 掉的英雄以外，其实大家可以明显的发现，现在下路越来越往强打线、抢线权去拿第一条小龙这样的英雄去靠了。也不知道今天的 BO5会不会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版本的一个风格哦。
其实感觉还蛮有可能的，因为在之前的比赛里面，我觉得两个队伍都算是对于这个版本，或者说我们全球总决赛的一个版本，有不错的一个理解和应对。再加上其实两个队伍的英雄池虽然有所重叠，但其实都很深。我觉得这些就会是今天这场比赛非常好看的点。是，他刚刚也没有让我们的罗云熙哥跟大家再多聊聊。今天来到了咱们成都的一个现场，我刚刚现场的观众其实都给到我们很多的欢呼声。这目前的一个感觉怎么样？非常开心，非常激动。然后呢，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是成都人嘛，所以说今天这场总决赛能够在自己的老家举办，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开心、非常激动的。然后再加上今天的2支队伍，决赛的2支队伍，一支 KT， 一支 T1， 都是当今世界我觉得算是最强的2支战队了。所以我相信他们2支战队一定能给所有英雄联盟的粉丝们奉上一场非常精彩的视觉盛宴。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可以放松心情，好生的去享受今天的这场盛宴级的比赛。没问题。是，那我们这边也有一个赛前的一个小小的特殊的一个采访，我们一起来看看采访到的又是我们哪一位嘉宾呢？我们稍早在11月2号，我们在上海进行的一个全国的符文战场，奇幻式卡牌的一个对战的一个总冠军，他也来到今天现场来观赛。那刚刚我觉得罗云熙哥也说到了，就是来到了成都，其实成都真的是一个电竞氛围特别浓厚的一个城市。我前几天在那个春熙路那边工作啊，也不知道各位召唤师们有没有去领到，就是我们英雄联盟的身份证啊，就每一代人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身份证。那来到了成都，当然召唤师峡谷里面的英雄也要来参与我们的电竞盛宴，所以这次峡谷里面的英雄也入乡随俗。联盟是推出了我们的一个慈善皮肤拉克斯熊猫娃娃的一个系列皮肤，把中国的文化都带进了游戏里面，有熊猫蜀绣，有青城山火锅这些元素，好看又有文化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皮肤的一些展示吧。灵光一步，束缚华上。屏幕前面的召唤师们，现在在我们的弹幕中来输入“熊猫娃娃”4个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英雄联盟的慈善皮肤熊猫娃娃拉克斯1份了。大家赶紧输入起来啊！那在我们等待这个公布开奖的时候，也问一下我们的3位嘉宾，因为我们这都还有同步推出的真彩3款当中，自己可能比较喜欢哪一款？来，罗云熙哥要不要先来？我比较喜欢那款粉色的蜀绣佳人。就是在我们画面最右边那一个。对，因为我觉得好像现在有很多就是像我这样子的男生都比较喜欢所谓的这种猛男粉。哎，我也是，是吧？心理上也是粉色的。是的，就是我会觉得会很有这种让自己显得很年轻的感觉。哎，反差感也来了，没问题。那我们看看乌兹呢？我们乌兹这边喜欢。我比较喜欢这个红色的吧，应该是叫火锅姑娘。是的，对，非常看着就是，很适合现在这个情景吧，在成都。对。那也问一下，乌兹来到成都应该有去，因为我们火锅姑娘应该有去品尝一下我们成都的火锅吧？有的，非常的爽，只能说非常的爽。好，那最后Rita 要不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青城山仙子？那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一款绿莹莹的、绿意盎然的这一款青城山仙子的拉克斯。我感觉它给人第一眼上去的感觉就像是一幅山水画，但又像是有熊猫吃的竹子的一片竹林的感觉，非常的清新脱俗。所以我觉得这一款可能在全总决赛的时候推出的，
咱们集合了这么多形态的一个拉克斯，大家都得去关注一下，也很值得拥有啊。那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真彩系列跟大家介绍了以后，我们来公布一下最后哪些幸运的召唤师获得了我们熊猫娃娃的一个拉克斯啊。那我们恭喜这位幸运的中奖用户啊。这也算是很有纪念价值。我觉得这皮肤一个可能没有说特别贵，但是你在全球总决赛被在这么多的这个观众里面去抽出来，也是相当的幸运了。好，那我们接着就会更多的来聊到2支战队的后续的一些内容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首发名单 ，KT Roster 的5位选手是上单的 Perfect、打野的 Katz 以及 BDD， 下路是大战以及 Peter。他的上跟辅是第一次参加全球总决赛的新人选手，但也直接杀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总决赛啊。以及 T1 这边，那熟悉的5人，当然上路这位置今年是换成了多兰，而下路是 OFGK、Owner、Faker、Gumayushi 以及 Keria。哇，4位选手也是发起了对于第3冠的一个冲击啊。好，现在看到我们的数据面哦，场均击杀 KT 是来到了全部的战队哦，全球总决赛的17支队伍里面的第1名，但第2名是 T1。但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前4名没有一支 LPL 的队伍哦，要到第5名才是 AL 15.6的场均击杀。所以可能大家认为过去我们会说 LCK 莎士比亚，但这样的一个可能刻板的印象已经在进行了变换了。小龙控制率 KT 也来到了66哦，所以我们也说了，2支拿到我们决赛的队伍其实都是比较靠着树龙来去把比赛的时长压缩，给到对方压力哦。包括在分均经济方面也非常的夸张啊，2个战队的数据。分均经济第一的战队是 KT， 然后 T1 就是第2名。是的，但这个数据其实是很多杯赛里面我们去检视一个队伍的强度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数据哦。就每分钟你可以获取多少的一个经济，而 T1 则是红色方最多的一个队伍哦。从入围赛对上 IG 的入围赛至今，他们已经打了14场的红方，而蓝色方是仅有5场。但是呢，现在全球总决赛目前的红方胜率是略微高于蓝色方的。50.6倍比49.4的一个胜率差值，但 T1 还有另外一个数据哦，一血拿到一血后的胜率 T1 是100%哦，跟 KT 都一样，就是只要队伍拿下一血，没有给到队伍翻盘的一个对手翻盘的一个机会。对，2个队伍是并列的第一，所以都是100%，那只能证明2个队伍看谁今天能先下一血啊。因为这个版本其实前期抓人的难度还是比较高，打野更多的会比较忙。哦，配上 Faker 的一个画面。这个混剪里面也是看到了此前很多比赛的场间画面以及赛后的画面。是的，这是从我们15年至今哦 BO5 所统计出来的一个数据哦。LCK 的春季赛有过3-1，夏季赛有过3-2，但是近期的交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谓的通信社大战大部分都是以 T1 获胜告终。是的，胜率整体看起来是要高很多的，在 T1 这边。但2个队伍真的是属于对战很有渊源的2支队伍了，追溯到2015年 LCK 夏季赛。对，因为这2个队伍其实他们的2支俱乐部的一个争夺，可能从 SKT 当时跟 KT 在别的项目里面就进行了争夺。但今年如果有看 LCK 的观众，应该会记得哦 ，KT 的崛起之路其实是在第3赛段。第5轮的跟 T1 的 BO3 交手里面，他们成功的击败了 T1， 然后 KT 才开始有崛起之势哦，所以确实也很有话题对于这2支队伍。我们也来看一下峡谷笔记里面啊，今天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熊猫娃娃的拉克斯，那我们也统计了一下光辉在这个版本的一个出场率。但我也想问一下乌兹哦，就是你觉得这个版本，因为其实女警的出场率不低，但为什么没有太多的看到女警光辉呢？我感觉有可能是因为这2个英雄在对线就是很强，但是会遭到针对嘛。
而且像现在这个打野的版本，打野其实可以很快的去到下路，就是像吕景、光辉这种组合被骚扰一到2次，感觉就很难玩了，就是容错率比较低一点吧。就不是那种纯对线，对吧？而且光辉感觉游走也不够厉害。是的，对，就比起来，可能蜘蛛的游走效率还会比光辉来得更高哦。但蜘蛛也没有太多的一个出场率。当然，大家也还是峡谷里面就不用管比赛的版本了，对吧？喜欢玩光辉就拿去打中单也可以。是的，这个英雄还是很好用啊！实在不行，咱们现在这个大乱斗，我觉得拉克斯也很合适。哎，来一个老练狙神，对吧？就直接开丢。好，那也看看今年小 K 有没有一些冷门英雄。那我们也感谢梅赛德斯奔驰为我们带来的峡谷新店对局。那当然聚焦的就是我们即将去挑战6冠的 Faker 以及他的粉丝 BDD， 对吧 ？BDD 其实有非常多在这10年内的一个发言，都一直在聊到就是 Faker 对他的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启发。但今天他们两位中单要在峡谷里面正面对局哦。其实各项数据来说没有太大的一个差距。BDD 这边战损比会稍微的高一些。当然在参战率啊 ，BDD 选手也是来到了将近80%哦。不得不说，此前的几场世界赛里面的表现，确实可能对于 KT 来说，他们想要赢下对手，是很看 BDD 选手的发挥的。是，就是塔子姐说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 KT 是整个围绕着 BDD 在打。对。但是其实虽然我们有些时候会戏称 Faker， 对吧 ？T1 这个队伍是 Faker以及他的一个杀兵，但是现在的我包含了多兰，对吧？我们所谓的4小时，其实都已经成长到了绝对是独当一面的一个选手。他们很多时候他们的双人组跟打野的3人集团，也可以在峡谷中去做到很多的一个节奏哦。是的。当然，我们一直在聊到底改了这么多，今年我们真经历过了2波的草丛，对吧？后面还有2塔韩，但好像还是小龙重要。全球总决赛的所有数据里面表现，守小龙的胜率是高达60%，而 T1 跟 KT， 你看到他拿到小龙后，守小龙后的胜率 ，T1 是10局输了1局，而 KT 是7局全拿啊、哦。这也让要不然乌兹聊聊，你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感觉联盟怎么改，但是这个最后龙魂的压力就是很大。是的，是的，因为这个资源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它在游戏内容中加的属性也算是很多的，而且最关键的是，我觉得在小龙这个点，就大家都会去打架，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会在这种农团中去拿到很大的优势，然后可能如果拿的小龙越多，后面的那种经济压力就会比较小一点，就可以选择去接或者不接。所以说能优先拿到龙的队伍，可能优势就会大一点。对，是。那也看看今天会不会就是可能跟一开始我们入围赛开打，或者是第1轮开打的时候不一样，下路去抢寒冰、抢维鲁斯这样的一个英雄哦。另外，我们是聊到卡子与 BDD 的2位老搭档了，他们搭档的时间也是8年以上啊。从2017年的龙珠的8强倒在了8强啊，当时是被3星3-0了。2023年的 KT 也是倒在了8强，当时是被 JDG 以3-1击败。到今年的25年，这对中野他们终于有机会去拦止我们总决赛的一个冠军奖杯哦。龙珠只能说是2位少年的一个起始点吧。那当时我记得 BDD 也是作为一个中路可能刺客玩得特别好的选手，登到赛场上之后，受到了非常多的一个关注。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对于2边的中路选手来说，都是会创造历史又写下佳话的一天。就谁夺冠，谁必定会在今天留下一个在英雄联盟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枚刻章。好，那我们也看到了赛前啊，我们今天在成都的东安湖体育馆所进行的全球总决赛哦，在我今天大概是12点左右到达体育馆的，外面已经是有非常多的召唤师准备来共襄盛举哦。这个全球召唤师们每一年最狂欢的一天。当然，今天我觉得罗云熙哥说到一个重点，就可能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说，觉得比较可惜的还是没有自己赛区的代表队。是的，其实这个确实是蛮遗憾的吧。就是作为我自己来说，好像这种遗憾每年都在发生。
有点扎心了。就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17年的鸟巢，对吧？就是在自己的本土作战，但可惜最终没有我们的代表队。但我觉得也像罗一奇哥说的非常好，就是那我们就放平心态，对吧？就是的，就纯粹的去享受就可以了。这是 KT 稍早的一个入场画面，以及在这个 EWC 的一个签名墙上去留下自己的一个签名。哎呦，哈子这个签名感觉画了一个，这是鳄鱼吗？还是好像一只毛虫哦？对，有一个自己一个设计非常好的一个签名。哎呦，这台车怎么散发出了一点霸气啊？我的感觉，那个门里面开出来没问题，这应该就一定是 T1 的队员了。由古马游戏第一个下车。古马一直是属于镜头感非常好的那种选手哦。菲克向镜头一鞠躬，也来到我们这个对镜签名的环节。这个环节感觉还挺可爱的。菲克前面的那个笔好像水不够，前面没签出来。哦，再展示一下我们的梅赛德斯奔驰哦 ，Earn Your Legacy， 争者刘其明。看看到底是 KT 可以队史上第一次突破8强就带走总决赛的奖杯。哦，这应该是送我们的大奖杯了。哇！这开门的一瞬间，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太帅了！哦，这电动的，给它伸出来。哇，这今天真的看看到底哪一个队伍有机会去捧起我们的召唤师奖杯哦！我怎么感觉它比以前大又重呢？我感觉好精美啊！感觉是大制作了今年，所以最终的这个悬念很期待呀。那我们待会儿是不是也要来给一下我们的预测啊？就是都写好了吗？几位老师，我们评论席的这个工作对吧？每次都有的一个工作。好，那我们就4位一起公布我们对于今天一个决赛的一个预测好吗？来，哦，最后不约而同的战成了一个2比2啊！我跟罗云熙老师这边是预测了一个 KT， 而乌兹以及塔子姐这边是预测了一首 T1。那我们让乌兹跟罗云熙来聊聊自己为什么这么去预测好吗？要不要罗云熙哥先来？因为我看了 KT 的半决赛，我发现 KT 这支队伍他们。因为有一个上路的和辅助的2名非常年轻的选手，所以我觉得这2名选手他们如果说能够调整好心态，在这种世界级的大赛上把这个心态放平，然后我发现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有那种创造奇迹的能力和能量，所以我觉得如果 KT 能够保持半决赛的那种水平和状态的话，我觉得 KT 是所向披靡的。明白。对，所以我觉得 KT 能够3比1战胜 T1 吧。哎，那我也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 T1 也给我留下了太大的阴影。是，每一年都给我留下了太大的阴影。我希望，我觉得 Faker 怎么说呢？他拿了6连冠了吧？5冠了，5冠了是吧？5个冠了。所以今年他可以把这个冠军让给 BDD 吧，这一冠献给 BDD， 有一种这样的意思哦。但我有罗庆老师，我也补充用数据来说，就 KT 目前91%10-1的小局胜场嘛，它的胜率确实现在仅次于2015年的 SKT， 当时是93.8%，这个目前还没有人办法刷新的一个胜率哦。好，这是所有解说的一个预测，那我们也一边让乌兹来聊聊吧。乌兹啊，怎么说看好老对手 T1？ 哇，我的天，这都是 T1 了吗？有多多老师以及 Cat 老师啊，2位老师是看好了 KT， 剩下解说我们的大部队哦。是的，因为我是觉得在这种很重要的比赛，心态很重要嘛。然后 T1 的话，我感觉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都是老将，而且都很沉稳嘛，所以说可能我觉得他们会在决赛这种很大的舞台上可以放平自己的心态，然后发挥可能会更好一点嘛。所以说我觉得可能
T1 就是给我的感觉可能会赢，对。明白，其实我觉得两位都是有聊到心态。其实就对于 T1 来说，他绝对是有这种卫冕冠军，然后就是原本就拿过冠军的这种心态上的领先。但对于 KT 来说，就是我觉得罗云星哥也说到，如果他能做到打Gen G那种心态，就是我跟光脚不怕穿鞋的，对吧？原本大家都觉得我8强来是个炮灰，但我就是要黑马一冲到底。是的，是啊。有我们的主播，我们的2路主播们看到好像也是清一色 T1，甚至在现场我们进行2路的姿态啊，我们的太爷也是直接预测了 T1 3-0啊。感觉 T1 的今天的一个胜率，在大家的心目中还是要高一些。当然 KT 这边其实也是有支持者的。对，有微笑跟阿乐，还有猪猪人1-2是预测了 KT 去。取胜哦，甚至还有老师预测的是 T1 3-0，感觉这个不太可能吧？今天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会，至少是个3-1，大概率是打满的。因为决赛上面3-0爆发的场次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啊。当然没有在 QW 区啊，就是一般来说可能3-1是比较大的一个概率啊。是。就以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个全球总决赛啊。好，那我们评论席也聊了非常的多，聊了数据面，也跟大家介绍了整个全球总决赛相关的一些活动啊，以及我们配合决赛的落地成都所推出的一个皮肤。最后我想要恳请各位现场的召唤师，我们也让全世界去感受一下我们现场的一个氛围，好吗？我们来帮2支虽然不属于我们赛区，但是今天决赛要给大家带演最精彩的比赛的一个战队来做加油。首先我们来 KT 的粉丝好吗？来，我3、2、1 KT， 大家一起喊加油好吗？好吗？我们配合一下，来喽！来，3、2、1 KT， 加油！好，那轮到对面塔子姐，你带领一下 T1 吧。来，那我跟优赛选手也拿起这个 T1 那个小应援表情包，3、2、1 T1， 加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也希望所有今天我们来到现场观看的粉丝哦，在比赛的过程中可以尽情去享受我们的这个决赛的一个电竞氛围哦，因为我相信今天的一个决赛应该是相当的精彩啊。对，确实可能就像西哥说的那样，我们就轻松的去观赛，这肯定是一场盛宴，对吧？我们就把这个心情，我们把最好的这个状态，最好的一个祝愿，就希望场上的10名选手都能表现出最好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是，而且我也非常期待待会儿马上就要上场的就是我们的开幕秀了，对吧？哎，这个说实话已经期待很久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对，他邓紫棋来到我们的现场来演唱我们的一个主题曲哦，我相信这也是所有召唤师都跟我一样去期待的。那我们就满怀的期待来看看，在这个充满传奇故事性的2支队伍走到了今日的一个决赛，谁能书写他们的传奇的故事，对吧？以及争者刘启明，我们进入现场。E aí, o que vocês acharam desse momento do Cici? Mesmo sendo só a abertura cheia de patrocinadores e sem a partida em si, já deu pra ver ele brilhando nesse novo papel, né? Brincando aqui, mas se um dia ele decidir virar comentarista, vão ter que dividir a tela, viu? Porque eu claramente vou estar mais interessada nele do que no jogo. Como eu não entendo muito de League of Legends, já me diverti só com esse comecinho. E claro, deixa o like, porque isso ajuda muito o canal, não esquece também de compartilhar os nossos vídeos. Obrigada por assistir até aqui. Até o próximo vídeo. Beijinho da Aileen.